太阳表面的温度基本上都是6000度左右，那么这个黑子中心的温度大约是4000度，也就是它比其他区域要低一些，但是它的能量磁能很集中。这个是一个空间太阳望远镜拍到的一个黑子的一个特写。这个是太阳边缘的一些物质流动所反映的太阳磁场结构的一些东西。那么这张图呢，就刚才那个太阳黑子连续6天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这个反映了什么呢？也就是它反映了就是太阳的自转。我们人类最早发现太阳它自己在旋转的，就是通过观测黑子位置的变化。太阳自转很有意思，它跟我们地球自转不太一样。太阳自转我们专业上有个名词叫交叉自转，就是说太阳赤道区域它转得快一些，越往两极转得越慢。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想象，比如说我们地球上，如果你想一下，不是这么多陆地，如果全都是海洋，那么它旋转起来肯定也不是南北一起的这个旋转速度，对吧？它的角速度肯定是有差异的。而这个是本身恒星演化就是用这个传统的万有引力定律就能解释得了的这个东西。所以它这个太阳的自转，就是它和赤道区域最快的地方大约是23、24天就能转一圈，越到两极它转得越慢，就是到两极得到35天左右才能转一圈。这个是日珥和暗条，也就是太阳在活跃的年份，太阳周围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现象出现，它会有一些高能的等离子体的随着这个磁场结构的流动，就像这些磁场就好像在太阳表面搭了一个拱桥一样，然后这些物质就在这个拱桥上进行流动。这个是日珥，那这个是暗条。日珥和暗条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在侧面看到了它的轮廓，就是比如说我的手，你看我的手这样看是看到了我的手的轮廓，但是这样看你看到的是一条线，是我的手的投影。那么暗条和刚才那个日珥就是这种关系。这个是我们深圳市天文台的一组，就同时不同的望远镜拍到的一组太阳表面活动的情况，也就是它其实反映的位置都是一样的。那么在用不同波段的观测，就像我们拍那个核磁共振切片似的，它在太阳表面不同的高度看到的结构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你看这里，大家仔细看，这里有一个短时间的增量和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这其实就是一个耀斑爆发的过程。这个是边缘日珥的活动，就是它像煮沸了一样这些东西，当然有时候它也会爆发出去。这个是一个空间太阳望远镜给一个爆发的日珥的一个特写。这张图片其实很有名，因为很多这个科幻电影讲到太阳的时候，都经常会用到这个图片，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科学观测的数据，它不是那个科幻渲染出来的。这个是太阳边缘的一个日珥活动，有点像龙卷风一样。这底下这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这个？这底下这里就是那个太阳的边缘。这是太阳表面的所谓的一些米粒组织吧，因为这些就是很专业的东西，我就不很详细的解释。那么我们主要讲的是太阳活动对我们的生活的一些影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太阳耀斑，是可能大家听说过的最恐怖的，或者是对我们影响最剧烈的一类太阳活动。这个是一个太阳耀斑爆发这个时间点观测到的一组数据。右边这个图呢是咋说，中间那个就是把太阳本体挡上以后，太阳周围的这个太阳耀斑爆发出去的东西才能被拍到。
中间那个白色的圆圈才是太阳的那个轮廓的那个边界，也就是其实太阳爆发它喷发出来的东西，这些高能量的物质，它其实喷发的是很远的。这也是一个空间太阳望远镜的一系列的观测，这里头的这个 A 上面画了一个小圆圈，这个单位是天文上用的最多的一个单位，这个单位是纳米的1/10，也就是比如说这个1600这个 I 这个念 I1600 I 的话，它就是160纳米，也就是已经是非可见光了，在紫外的，所以这一系列观测其实都是在紫外波段观测的所以它这个颜色呢其实是后加的，因为它这个紫外波段都不是我们人眼可见的那个波段，都不是可见光波段，所以它其实是为了区分这个爆发现象，所以给每个不同的波段加了一个颜色，但是这个颜色都是伪色。刚才是耀斑，耀斑同时伴随着还有一类的太阳活动，叫做日冕物质抛射，就是在耀斑爆发的这个耀斑上空的一片区域，它可能有很浓密的这个炙热的磁流体、炙热的这个等离子体，随着磁场会一起喷发出去，这就是日冕物质抛射。它每一次这个日冕物质抛射可以喷发出去10亿吨这个量级的物质，会把这个物质加速到几百万公里的这个时速去抛出去。当然，这个抛出去，如果这个东西是面向地球抛过来的，它对我们的影响就咋说？对我们的影响就会真的会有一些惨烈的影响吧。这个是一个刚才讲了耀斑、日冕物质抛射，这个是一个太阳风，这个是一个太阳最常规的一个咋说一个活动吧，太阳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是最早是在1958年，一个物理学家就是天文学家叫 Parker， 他是在理论上计算出来会有这个东西，也就是这个高热量的高速的那个等离子体会逃离太阳，因为它的温度太高了，速度越来越快，它就会逃离太阳，自然而然形成了太阳风。然后这个有意思的点在哪里呢？就是这个 Parker 他预言了太阳风以后，他这个文章投在了我们天文领域一个很有名的杂志 APJ 最早的2个审稿人居然把这篇文章给拒掉了。然后过了几年，然后这个预言就在观测上得到了证实。这是太阳风的。那么刚才说了几种太阳活动，那么太阳活动有一个咋说呢？有一个多年来通过观测总结出来的这么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是从什么时候？这张图呢是左边的数据是从1600，但是有数据是从1609年开始有太阳黑子观测的记录，一直到现在。也就是为什么起始点是1609年呢？因为1609年有了一个在天文上来说非常重要的工具的发明，就是望远镜。1609年有了望远镜，也是最早望远镜用于天文观测，也就从那个时代开始，就有人用望远镜来每天记录这个太阳的这个活动情况，还有描绘太阳黑子，所以这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个持续几百年的科学数据。然后这个数据总结下来，大家发现了一个相对来说准规律性的活动吧，大约就是太阳有一个11年的这个活动周期，每过11年，它黑子数量就会特别多，然后有一个低谷，然后这个一直是在重复，在中间有一段就是记录发现太阳黑子特别少，大概就是1650年到1700年这个区域，这个对应上了气候的一个小冰河期，就是太阳在这段时间内活跃度是降低了，我们叫做蒙德极小区。然后这个期间呢，正好对上了我们气候上那个时间段有一个那个所谓的小冰河期，就是气候非常冷。这个是太阳活动现在的太阳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的就是太阳活动预报的一个根源的数据，就是来自于刚才那个准周期的发现。那么今年正好是2024年，正好是这个周期的，就是右边
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的一个高峰年，也就是今年各种太阳活动特别多，所以也就今年至少有3次报道在国内是可以看到那个极光的。这一组数据呢，其实是2个太阳活动周期，从左上角1996年是一个太阳活动的低谷，然后你就看这个表面上整个这个画面，这个太阳上这个画面是比较黑的，那么它就是活动的低谷，一直到2021年前后，是吧？2000年、2001年它是那个周期的一个高峰，然后又到了06、07、08又是一个低谷，一直到了14年前后又是一个高峰，然后20年又是个低谷，这是刚才说的那个太阳周期的一个数据，科学数据上的一个表示。那么这个图呢，刚才讲到了很多太阳的活动的东西。那么太阳活动，我们归根结底是要研究它对我们的影响。那么这张图是一个模拟的地球磁场的结构图。为什么说模拟呢？就是说这个如果地球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那么地球磁场是一个把它可以想象成一个磁棒的这个结构，是这么一个对称的这么一个结构。当然，地球的磁极跟我们地理上所有我们说的北极点、南极点这个极点这个轴是有一个偏差，大概是1.5度的这么一个偏差。也就是现在的地磁的这个磁极，其实是在北美的加拿大境内，就是北极点，所以对应的就是有这么一个偏差。那么实际的地球磁场是什么样的？这边这是一个示意图，就左边是太阳怎么说？太阳风，还有刚才说的所谓的耀斑爆发呀，什么这些东西，会把地球磁场从刚才那个对称结构给它吹成那个样子，就是面向太阳这边，它的磁结构会被压扁，然后背向磁场那边会被拉长，这就是所有的空间天气的一个太阳能源对太阳辐射对我们的影响的这么一个最基础的图。刚才讲到了这些我就不在理论上一点细细的讲了，因为刚才讲到了几个点，就是说太阳耀斑，还有太阳日冕物质抛射，还有看太阳风这些东西，它来到对着我们以后，来到地球以后，首先面临的是我们的磁场这个结构。那么磁场结构对于我们地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它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保护层，因为所有的太阳的对我们的影响，这些高能粒子也好，那个等离子体也好，这些带电的东西来了，都会被我们正面的这个磁场挡在外面，也就是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盾牌。然后当然，盾牌两边就沿着，你比如说这些高能粒子来了以后，或者带电粒子来了以后，从正面无法轰击我们，然后它就绕到南北极这个方向，从南北极再想办法侵入地球大气。那么所以说所谓的极光，为什么叫极光？因为它是在高纬度地区，因为高纬度地区这些我们地球磁场是相对来说开放的，保护的没那么好，所以这个地方这些区域那些高能的粒子是容易打进来，所以这个地方容易发生极光。另外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地球大气层有一些层次，就是从最底下的我们的对流层、平流层，对流层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层次，是吧？所有的我们的气象的，就所谓的天气现象，其实基本是集中在对流层。上面是平流层，也就是我们一般的客机飞行的，就是在平流层底部，然后再往上有中间层、暖层，其中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层叫做电离层，电离层上面是磁层。电离层的概念就是说，由于太阳辐射把上面的一些空气的分子电离掉，然后再有这地面逃逸上来的一些带电粒子集中在那个电离层那个区域，然后这个区域就会有怎么说，很多电子密度比较高。大家以前听说过的那些短波通讯，那么都是通过电离层的反射，就地面上发射信号到天上，电离层反射再到地面上，有了我们的短波通讯。
但是有了卫星通讯以后呢，那么这个就不太依赖于电离层的反射能力了。那么卫星通讯它是在卫星在电离层上面发射的信号，但是它这个信号是要经过这个电离层的。电离层里头这个所谓的这个电子密度是极其受太阳活动影响。这个太阳活动的影响，比如说它太阳风来了或者太阳爆发来了，它会把你的这个磁场压缩或者怎么样，这些区域的电子密度会增加，会有一定的波动。那么这个时候，你所有经过电离层的这些信号都会受到干扰，那么你就有可能，比如说通讯不畅，或者是对定位不准确等等这些东西。这就是刚才说的电离层上面还有个层次叫磁层，也就是磁层是我们地球的一个保护伞，就是说太阳风这些太阳的爆发的一些东西来了以后，就是在正面迎上我们的这个磁层顶。那么可以另外想，就是假设因为这个磁层也是在演化的，地球磁场它本身是在演化的，而且这个演化大家可能也听说过，有一种说法叫做磁反转，就说过什么地球磁极有可能几十万年有一次，是吧？磁极的反转呀，什么这种。但这种东西如果真的发生，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人类来说是个巨大的灾难。你都无法想象，如果我们这个磁层很弱，是吧？如果磁层很弱的话，它无法对我们提供足够的保护。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球环境是很容易被太阳风给摧毁的。就是如果没有磁层，比如说太阳风可以无休止的吹，直接吹到我们大气，就底层大气，那么它会把大气带走的。你没有了这些大气，没有气压，你海洋也会蒸发掉。所以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我们有时候也在讨论一些这所谓的科幻性的话题，就比如说现在大家都说在探索火星，就是要往火星移民，但实际上有可能地球的未来就是火星那个样子。为什么？因为你地球本身磁场，你这个星球的演化，你磁场是会一点一点减弱的。当你磁场减弱到一定程度，无法保护地球的，比如说大气圈、生态圈，你磁场弱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地球就会像火星那样变成一毛，就是完全一毛都没有的这种荒漠，是吧？所以说有可能，当然有可能那个火星以前它也是有生物的，在它以前，比如说它的磁场很强的时候，它有可能也是有过这个生命的。所以说我们往火星跑其实是有点很难，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只有这一条，就是火星它磁场非常非常弱，它无法提供保护，就这一条。我们在火星上最多能建设那种封闭的实验基地，无法在火星上真正的生存，因为这个东西你是改不了的。当然这个话题就有点扯远了，这就是我们地球这个我们能生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地球有磁场保护。这个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太阳风或者是爆发来了以后，它那个粒子是怎么注入？就是它其实不是从正面，这个高能粒子来了，它不是从正面进入地球大气的，它是在反面，就是绕过正面的保护层到反面，然后反面反向的那个地方，然后再从那个粒子再注入这个地球的两极区域，再形成极光。这个是一些极光实拍的图像。不光地球上有极光，这几张图一个是土星的，一个是木星的，也都有极光。你可以在看地球上这个极光图，你就会发现极光发生的区域它是一个环形，就是极光带。土星和木星上也都有。这就不行了。这个环电流带呢，我稍微讲一点点，就是刚才说到这些来自太阳的这些带电的粒子注入地球大气以后，大家都知道，你一旦有这些带电的东西流动起来，那么它是什么？带电的东西一旦流动起来，它就是电流，对吧？你电流一旦有了环电流的产生，你就会有一个感应磁场出现，它这个感应磁场就会和地球本身的磁场发生冲突或者是耦合，对吧？这就是
怎么说太阳的这个太阳爆发或者空间天气事件对地球影响最重的地方就在这里，也就是它会引发这个类似于发电机效应的这样的东西。这个我也不细讲，重点讲一讲那个对我们的影响。就是它的这些东西来了以后，对我们的影响在哪里？比如说这里头有国际空间站的运行，是吧？比如说你宇航员要不要出舱什么这些，还有所有航天器的运行，还有那个所有的卫星，还有通讯，还有全球定位系统等等，这些都会受到干扰。那么更严重的，它会干扰到地面的电力设施，还有这个民航。后边我会拿一些案例来讲一下。这是前面这几个案例呢是极端案例。这个卡林顿事件，它是1859年一个天文学家叫卡林顿，他通过观测太阳的时候记录下来的这么一个事件。根据他当时的记录下来的画出来的那个草图，就是这个太阳黑子的这个图，因为它里头是有坐标有标尺的，所以根据他画出来这个图呢，现在天文学家估计当时的那个卡林顿事件的爆发强度有可能是过去500年内最强的太阳爆发。当然也有一些实际的记录，就是底下就是比如说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档案里头记录，这个卡林顿事件发生的时候，比如说加勒比地区能看到极光，还有夏威夷地区能看到极光。大家夏威夷地区的它的纬度，跟深圳好像是差不多，比深圳稍微高一点。那也就意味着，如果在纬度上来说，可能意味着30度这个纬度就能看到极光了。所以它这个爆发是很恐怖的，这个过程。那同时有一些记载，就是包括这个一些电报员的记载，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是吧？这个100多年前还没有，大家都没有用上电，只是有一些电报通讯。那么发现这个电报机在闪火花，还有电线被融化掉了。这个是那个所谓的太阳爆发在引发地磁暴，引发了这些附带效应。等一下我来讲这个附带效应为什么会有这个事。这个是比较近了，就是1989年有一个魁北克事件，就是一个太阳爆发引发了地磁暴，引发地磁暴以后就导致了加拿大魁北克地区9个小时的大停电。然后同时呢，发生这件事的时候，然后你看这底下写的加拿大魁北克的电力短路等等，然后还有一些电力传输设施，包括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些变压器烧毁，还有就是一些等等这些吧，直接看图片。这个图片就是右上角就是对比的图片，就是供电那个变压器完好运行的时候的样子，后来烧毁时候的样子。这里就稍微讲一下，这个为什么太阳爆发的东西会引发地面上这个电力设施的破坏。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太阳爆发会引发一种剧烈的对地的一些效应，叫做地磁暴。就是太阳爆发引发了一些什么环电流，导致了感应磁场，导致地球磁场，就刚才最开始我讲的 KP 值发生了剧烈的波动，地球磁场发生了剧烈的波动。地球磁场剧烈波动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就大家如果了解这个发电机的原理，你就知道发电机为什么能发电，因为它那个缠的那个线圈它在所谓的线圈在切割磁力线，对吧？线圈中间的那个磁场，也就是它的磁通量发生了变化。线圈中间的磁场一旦发生变化，也就意味着它磁通量发生变化，就是线圈里头就有了电流了，这就是发电机的原理。那么同理，在地球磁场上和地球的那个长距离输电线上，比如说地球表面有长距离的输电线路，那么它这个线路和地面就形成了一个线圈回路。那么当整个地球表面的磁场发生变化的时候，那也就是意味着这个地球表面长距离输电的这个回路里边，它的这个磁场磁通量发生了变化，那就额外的在这个回路上给你加了一个电流。这就是为什么长距离输电
会被这个地磁暴引发的这种现象，也就是你地球表面你本身正常运转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电网本来是正常运转的，正常运转突然一个瞬间，这个电网里头整个电网里头给你瞬间加了一个电流，或者给你减了一个电流，那你势必会引起电网的震荡，然后烧毁变压器啊什么这些事儿，这个就是这个根源。另外就是再列举几个吧，就是一个是1859年的一个事件，就是太阳爆发导致低纬度可见极光，然后北美的电报通讯中断，电报塔冒火花，然后电报纸被点燃了，然后这些是1958年的大磁暴引发了这个 TET 那个跨洋电缆，这是全球第一个跨洋电缆，然后电力系统的异常电流，然后73年的这个美国发射的 Skylab 这个所谓的空间实验室，它预计这个发上去以后要运行9年，结果到了第6年就坠落了，整个坠落了。这个就是因为发射了以后，在1977年，再往后的一段时间，太阳活动加剧呢，就会导致这个高层大气，就是所谓的原本它运行的那个轨道上，比如说它大气密度本来就很低，但是它这个太阳活动会让这个区域的这个所谓的粒子密度是瞬间是成倍增加，你这个一增加以后，这个飞行器的阻力就会增加，这个阻力增加是累加的，累加了以后阻力增加，你的速度就会略微有点降低。大家知道卫星或者是空间飞行器，你速度降低，它就会掉轨，对吧？因为你只有维持在那个稳定的速度，你才可以在那个轨道上不停的运行。所以说你的这个速度，你一掉轨，你就得点燃这个燃料，把它推回原来的轨道。那你当燃料耗尽以后，那你自然就会越掉越低，最后就坠毁了。所以这个也是太阳活动引发的这个事儿。再有就是1989年这个一个大的磁暴啊，当然这个讲了，就是魁北克省600万居民停电9小时。然后比较近的是03年的10月，有一个10月风暴，因为03年10月大约10月10几号到11月初这个过程中，连续爆发了大约有20个左右的这个 X 级的太阳耀斑。当时观测到的一个最强的一个 X 级耀斑是 X28级，但实际上为什么观测到 X28级呢？是因为这个探测器最强就只能观测到这个 X28级，就是它已经饱和了。所以实际上后来科学家在反算这个观测到的一些数据的时候，发现它那次的有可能在 X40到50级的这个爆发强度。那一系列的爆发呢，导致了大约有30多个卫星，就各种探测器，有的就进入了自我保护，有的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损坏，还有一些，比如说它发动机关机，因为这个时候它不敢打开发动机来推进它的，有些掉轨的，它需要打开燃料把它推回原来的轨道，所以它就不敢弄。然后还有几个失联的，就是几个卫星在这个期间失联，就后来就找不着了。然后再有地面上有13个核电站，就是采取了这个预防性措施吧。还有就是那期间，就是民航的很多航空公司民航，它要飞这个高纬度地区的这个航线，它就要求这个民航飞机要降低飞行高度，就是因为那个在太阳爆发，尤其磁暴期间，如果你还在那个平流层那个层在飞的话，那你飞一趟可能就相当于做了20-30次的 X 光。就是它对人体的伤害是会累积下来的。然后2018年呢，当时因为空间天气，我刚才讲的这些，前面讲的都是太阳爆发引发了对地效应，空间天气还有一些领域是跟这个太阳爆发关系不大的，但是它只是涉及空间监测。那么有一个领域就叫做空间碎片的监测，因为这个是2018年的时候，欧空局他们当时发布了一个就是调查，然后是从1957年开始，人类首先第一次开始
发射那个火箭，总共大概发射了5400多次火箭，那么大约有8000多个航天器被送入这个地球轨道。那么这些东西有很多，比如说火箭有些残骸，卫星有些损坏的，这些东西最终导致了在太空当中大约就超过10厘米的这个垃圾碎片，大约有29000多个，因为这个是容易监测的，超过10厘米的用望远镜，好多望远镜都可以直接把它监测到。然后再有就是1到10厘米这个级别的这个碎片大约75万颗，然后1毫米到1厘米这个碎片大约是1.66亿个。实际上很多太空中很多这个东西，你这个1毫米这个级别的那个垃圾撞上以后，就足以对你的这个航天器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是一些小卫星这种小颗粒撞上去，直接就有可能给它撞报废。所以现在太空垃圾是一个未来这个空间应用和空间发展一个很棘手的事情。那么刚才讲了这么多，就是这个太阳活动还有空间天气对我们人类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在哪里？就是实际上这个影响的过程，它是跟我们的探索脚步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如果是200年前我们都在农业社会，是吧？它怎么折腾跟我们没有关系，对吧？它又不可能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也不可能飞到天上，是吧？然后当我们人类有飞机了以后，那么高空的这个天气状况就跟我们有关系了。当我们会航海的时候，海洋就跟我们有关系了。当我们能潜水的时候，是吧？那海底深处的一些状况就跟我们有关系了。同样，我们现在开始逐步的走向太空，那么这个时候太空的这些东西就跟我们日常生活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了。这也就是我们，而且这个专业一定未来会越来越重要，因为你一个大国，你在这个领域绝对不能落后。你落后了以后，怎么说呢？你的未来的很多发展空间就在这里。这是一个卡通的图片，这是极端情况下，因为今年我简单的做过一个概率的计算，就比如说刚才说到那个所谓的卡林顿事件，说几百年最强的这次，我刚才说了很多这个太阳爆发的，但是前提有个概率性的问题，比如说太阳它是一个球体，我们把刚才所有的太阳活动来类比一下。就比如说太阳这个11年周期，我们就把它比喻成太阳的心跳，正常的是吧？每11年跳一下。那再往后呢，太阳风，我们把它比喻成，比如说太阳的呼吸，是吧？它日常就是要吹风的。那么后边的那个日冕物质抛射和这个太阳耀斑，那是不是就相当于太阳打喷嚏了？他打喷嚏的时候，他这张嘴是对着360度，它可以对着任意方向的。那当他这张嘴对着你的那个喷嚏，那么对你的影响就很大。大概每一个活动周期，每11年的一个活动周期，总有那么1到2次那个级别很高的耀斑爆发，也就是它这个喷嚏很小。那么它因为是分布在360度，是吧？所以它有可能这个喷嚏对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把这个时间尺度拉长呢？因为我们进入所谓的这个现代，对于依赖电力、依赖航天、依赖那个卫星，我们进入这样的生活也才几十年，这几十年也就跨过了4个，是吧？4、5个这种太阳活动周期。那如果你把这个周期拉长到几百年，那么这个概率可能就无限趋近于1了，就是我们未来一定会遭受到。如果把时间拉长，未来一定会遭受到这种级别很强的、直接面对我们的这个强的日冕物质抛射，就像卡林顿事件那个级别的。那么我们人类目前还没有对那个东西还没有应对手段。如果真的，比如说那个强级别的爆发冲着我们来，真的，比如说地面上有很多城市，是吧？变压器烧毁啊什么的，你就可以设想一下这个。你比如说像深圳这样的城市，你别说1个礼拜了，或者
全是2小时断电，你试试会是怎么样，是吧？这其实是怎么说？它这个已经深切的影响到我们现代的生活了，所以它是一个未来这个空间天气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必备的一个专业，对未来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必备的专业。我简单的列出了我们国家现在有的主要的空间天气的相关的团队是哪几个？一个是中科院下面的，有个中科院空间环境研究预报中心，这个中心里头有几个成员单位是一起加入的就跟空间天气相关的你通过这几个成员单位，你也大概能了解到这个空间天气大概涉及到哪些专业，因为它里边包括空间科学、国家天文台，还有物理数学研究所什么的，地质、地球研究所等等这些。然后这是第一个，就是研究能力非常强的一个组织。再后面就是中国气象局有个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它同时也叫做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我一开始上面截的那个图的那个公众号的图就是这个中心的。再有就是我们深圳的了，就是现在哈工大深圳有那个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这个实力非常非常强。空间天气的内容我大致都讲完了，我现在稍微插播一个近期这个天文值得关注的点，因为最近有个彗星叫紫金山阿特拉斯，这个彗星是接下来吧，就是大概从这几天开始，它几乎到了可以肉眼看的那个亮度，几乎到了可以肉眼看的亮度。这个是我用软件模拟的10月1号早上的，10月1号凌晨5点多的样子，它在东偏南大约10度左右，但是它角度很低，大概就是说5度左右吧，5到10度这个范围内，因为它是早上从东边升起来，但是它很低的时候很难看到，所以接下来这几天就是从这里有个表，这个是我前几天就是我从23号、24号、25号，当然那几天深圳天气不太好，我就跑到那个其他地方去观测的，连续观测了3天。这个表格呢，就是这个紫金山彗星的观测时间表。今天从28号一直到10月4号，就是早上日出前可以观测一小会儿，大概能观测20多分钟吧。再有就是等过了11以后，就是它到了就是傍晚，就是从10月12日开始一直到10月底，它都可以观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或者你们也可以加一下深圳天文的公众号，然后上面会有一些会教你怎么观测呀，或者是最新的观测到的一些图片什么都会在上面发出来。好的，谢谢大家。有需要交流的，或者是有问题想聊一聊的，